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今天呢，我是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我的背阴花坛。身后的这片背阴花坛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陆续种下的，里面包括了许多不同品种的植物。那我就想看一下这过去的小半年时间里，它们各自生长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开始吧。首先是我后面的这一颗沙利福尔摩斯，它组成了我这一个背阴花坛的背景的部分。这个位置的光照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可以看到沙利福尔摩斯它的开花性还是很不错的。它是这种单瓣的花，它的单花的形状还是挺大的，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花蕾是这种浅粉色，完全盛开以后是一个纯白色的一个花。我之前有说过，其实单瓣的月季它的耐阴性一般会比重瓣的要好，加上白色也是比较适合背阴的环境，因此我就选择它。今年是它的刚种下半年的效果，我觉得也还不错。你可以看到在远处旁边的地方，它其实还继续有花苞在盛开。那在这个位置呢，我就不会对它进行就是说我不会对它进行花后修剪，就让它在这里自然的生长，也不会对它做更多的干预。跟沙利福尔摩斯搭配在一起的是这一个深紫色的，是 Jackmani Supra， 是杰克曼尼超级。这一款是一个3类的铁线莲，它也是我今年种下的。那它现在是依靠这个沙利福尔摩斯爬起来了。那紫色和白色也是我对这一片花境的一个初步的构想，我觉得它们俩还挺搭的。比较可惜的是，在我这里还有一颗铁线莲这个铁线莲它在4月份开的最盛开的没2天，它就突然立枯病，就整棵枯萎了。我也没有把它清除，也没有管它，希望看它最终有一日会重新长回来。那接下来的你看到的这一颗紫色的，其实它的花期已经过了，是一颗高山杜鹃 Purple Passion， 它在5月盛开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漂亮。所幸的是，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长了许多的新芽，应该它对这个环境还是非常的适应的。同样谢掉的还有下面的这一个是毛地黄，它也是在5月份的时候盛开。那它现在是已经花期过了，估计它上面会有种子，我可能会留着它的花剑，让它在这里进行自播。我在这背后的深处藏了一颗，这一个是常绿的植物八角金盘。如果有对比之前的视频呢，也可以发现它现在长得非常的高大，它的叶子也长得很大，就是比一个手的都还要大。那看来它是真的如它的介绍所说，非常适应全阴的环境，因为可以看到它几乎是没有照到日照的，但是它长得非常的好。给这一个位置添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形状的叶片，也是挺好的。那在它的前方这里其实是我的无尽夏绣球，我们可以逐一来看一下。首先是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一片，这2颗是无尽夏新娘。这2颗无尽夏新娘是今年的年初才移栽在地上的，经过了小半年的生长，它们各自每一个枝头上面都有花苞，可以看到。这2颗的表现还不错，不过因为我并没有给它施肥，因为今年实在是太忙了。如果施肥的话，它的花头应该会长得更大。看来是无尽夏新娘非常的适应这里的光照。你可以看到它的花现在是花苞有很多，也已经开始逐渐开放。
除了2棵无尽夏新娘，我这里还栽种了2棵无尽夏陆放不过你可以看见，对比无尽夏新娘的话，它陆放的这2棵的长势就没有那么的好可以看到它第一是新的枝条的数量没那么多，第二它的花可以看到另外这一个它的花苞也比较的晚才开放。所以，即使是无尽夏系列，它具体的品种对于这个光照的需求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这2棵陆放它所占的位置应该是比那2棵新娘的接受的光照要稍多一点点，但是很明显对于它们的性状来说还是不足够的。它也许是需要多1到2个小时的阳光，也许会更好。不过至少它能够开花啦，它可能就是花期会稍微晚一点，我觉得也还不错。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这2棵，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一颗是粉色，有一颗是算是紫色吧。所以原因是当初我在种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实验，我给这一棵下面放了一些调蓝剂，然后发现还是有一点点效果的，虽然它没有变得很蓝，但是它就不再是粉色。旁边这一颗没有放调蓝剂的，你可以看到，是完全的粉色，所以这样也是挺有趣的一个组合。那说完了无尽夏的绣球，我也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这2个，在它前面的这个蕨类的叶子。应该说这里也勉强还行吧。虽然你看到这里有一些比较枯萎的，但这些应该是旧的叶子，它新长出来的新叶感觉还是挺好的。稍微有一点点焦边，有可能是这个位置的光照还是有点太强了。暂时我可能还不会移动它，我再观察个1年，等它的根系扎得深一点，我们再看。在花坛的前端部分，我种植了比较低矮以及冠幅小一点的植物，例如是杂交银莲花、玉簪、繁根、铁筷子、野芝麻等。例如这一棵银莲花，它种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瘦弱，叶子很小，而且很多叶子都已经干枯了。但一旦下地以后，它真的长得非常的健康。它现在整体的高度和宽度大约在1尺左右，但它抽出的花剑会达到3到4次，因此我是把它种植在花坛的中间部分，期待今年秋天它带来白色的灵动花朵。在杂交银莲花的旁边是铁筷子。铁筷子是一款很难得的耐寒的植物，但铁筷子养护的挑战是在夏天，给它提供适当的遮阴是使铁筷子顺利度夏的关键。而在我的这一个位置，它的上方有比较多的树荫遮挡，我想应该是很适合它的。铁筷子它的花期非常的长，你可以看到即使是现在它的花还没有完全的凋谢，但现在其实已经是夏天了，它的花的观赏性整体已经是下降了。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修剪，让更多的能量回归到叶片，能够帮助它顺利的度夏。铁筷子的旁边是我种的不同颜色的繁根，我发现繁根在我的这个地方长得非常的茂盛，特别是这一颗紫红色的繁根，它长出了很漂亮的花朵。虽然它现在花期已经过了，但星星点点的小花也能够给花坛带来灵动的感觉。不过它的颜色跟我给它地面覆盖的木屑颜色非常的接近，因此并不是非常的凸显出来。假设如果这里换成黑色的木屑，应该效果会更好。还有这一个是野芝麻，野芝麻也是非常难得的耐旱而且又耐阴的花叶植物。它的叶片是带有白色，能够很好的给空间提亮。
野芝麻有2个不同的颜色，我的这一颗是能够开紫色的小花。除了角落的这一个背阴花坛，就是我的后院沿着小路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全遮阴的位置。我们也一起看一下还有哪些植物吧。首先看到的，在葡萄柚树下方的是金边瑞香。瑞香原产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它的花期是每年的1月份。它由数个小花组成直径5到6厘米的花球，不算很大，但真的是非常的香。它应该是一款很适合背阴花园的品种，在这个几乎没有直射光的位置，它也明显长大了很多。它的植株紧凑，适合空间有限的花园，而带有金边的叶子则让它一年四季都有不错的观赏性。在瑞香的旁边是我种植的2棵落心腹。落心腹是落叶的草本植物，冬天地面上的部分就会消失不见了，而开春又会重新长出来。继续往前是沿着我后院围栏修的一条小径，这里的光照是非常的有限。沿着这条小径往前，则来到了柿子树的树下。在树下的角落，我种了一棵无尽夏绣球。这一个位置从4月到10月是柿子树生长的季节，宽大的叶片加上邻居家高大的橡树，形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全阴区域。这里几乎没有直射光，即使是在夏日的白天，这里也仅有为数不多的散射光。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无尽夏在这里也可以正常的生长，也有不少的新芽，但它的生长速度以及花量都明显比刚才看到的无尽夏新娘和陆放要逊色不少。我的这一棵无尽夏在栽种的时候也是放了调蓝剂，因此它现在也是呈现一种粉紫色，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在无尽夏的前方是一颗山绣球，不同于无尽夏的饱满的花型，这一颗山绣球它的花型是平顶花型，中间是细小的可遇花，而旁边一圈则是比较大的不可遇花，像是蝴蝶在边边起舞。我是去年购买的这一颗山绣球，当初买它的原因是由于它比较特别的斑驳的花叶，让它即使在没有花的时候也能有不错的观赏性。不过也许还是由于光照的原因，这颗山绣球在几乎全阴的环境生长得比较缓慢，今年仅有2根新枝条长出来，但这也没有办法。我能做的也许是在冬天的时候给这一棵柿子树进行比较重的修剪，这样的话让它们在秋冬能够有更好的积蓄能量的机会。这样看来，绣球虽然是大家熟知的耐阴植物，但还是需要最少1到2个小时的日照来保持其开花量。而且跟月季一样，绣球也是水肥大物，尤其在光照不足的位置，我们更需要通过水肥来弥补这一个不足。这算是我这1年来对绣球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吧。今天我跟大家回顾了一下我在年初改造的背阴花坛经过半年生长后的情况。在这里我也想趁机跟大家表白一下，我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园艺高手，我仅仅是一个刚入坑不到2年的小白。我做这一个频道的初衷是希望分享我在学习园艺路上的心得和体会，有成功的喜悦，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对于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还请大家多多指教。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园艺的问题和心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快的回复。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